同学你好，如今数字孪生体已经发展成为工业互联网的一项关键技术。作为数字孪生体的驱动引擎之一，树脂仿真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。仿真不再只是工业设计的专属工具，而是参与到产品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中，从产品设计、性能分析到加工工艺、维护维修，便利所有的环节。3.5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种最通用的树脂仿真技术——有限元仿真。有限元仿真，顾名思义，是以有限单元法作为求解底层模型的求解器的。那么什么是有限单元法呢？这2本书是由清华大学曾攀教授编写和翻译的。通过学习这2本教材，你能够系统掌握有限单元法。而在这节课上，我只能对有限元法进行浅尝辄止的绍介。有限元法 FEM 与我们刚刚学习过的有限差分法 FDM 在算法层面上至少有2点是相似的。其一，将连续的求解域离散为由节点或格点构成的网格域，网格越密集，数值精确度就越高，相应的需要支付的计算成本也越高。这是我们在应用 FDM 时就总结出的经验。其二，在这个由无限自由度的问题转化为有限自由度的问题的过程中，用于表述数学模型的工具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，由微分、偏微分方程或等效弱形式的积分方程，简而言之吧，由微积分方程转变为了矩阵方程。其实这不难理解， FEM 也好， FDM 也好，都是基于计算机计算的，而计算机原生性支持的是矩阵这样的数据结构。至于有限单元法与有限差分法的差别，我也只想提2点，而这也正是有限单元法的优势所在。其一，对求解域的离散方式是不同的。以2维问题为例，在 FDM 中，格点阵列需是规则的，网格需是方方正正的，而在 FEM 中，网格则可以由不规则的4边形或者三角形单元构成。于是 FEM 在不规则求解域问题上将表现出更为灵活，更为适切。其二，二者的出发点不同。FDM 从问题的微分方程、偏微分方程出发，构建差分格式，而 FEM 则是从原微分方程等效的弱形式积分方程出发。表面上看， FEM 实现起来更加的繁琐，但 FEM 在数学上表现得更为稳健，即便面对像多无理场耦合那样复杂的问题，也能够快速的收敛精确计算。